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ason， 没错，我回来了。今天呢，我就打算跟大家讲一下我这偷偷跑出去的几天到底去干了些什么，顺便呢跑一下新出的这张地图飞跃神州。这也是我第一次跑这张地图啊，虽然跑法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，但是跑起来差别还是蛮大的，所以不要在意这个。我跑这个只是为了聊天的同时随便放点东西而已，因为我拍的照片实在是太少了，只够做一个小的 vlog 放到视频的最后。毕竟我这次主要是吃货型嘛，全发吃的东西让你们看，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的。我这次出去吧，本来我考虑的是完全的养生局，就准备先去广州吃粤菜，然后11飞上海，一路杭帮菜、淮扬菜吃到阳澄湖。不过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，刚到广州就有一个之前认识的旅行定制师，各种跟我推荐九寨沟，说什么马上要重新开放，要不要去做第一批游客什么的，什么每日限量门票，人特别少，玩的会特别好之类的。我一想吧，去四川也挺好的，我之前去过九寨沟，对那边的印象还不错，加上这次还限制人数，再去一次也挺好的。并且对比淮扬菜，我个人也是更偏向于川菜的，说不定还有精力再去个稻城亚丁，然后一路到云南吃个米线再回城。想着想着呢，我就买了机票，直接飞到了四川。到了四川之后，我就发现我被坑了，因为我是特别不喜欢跟团游的，我想的就是过去租个车，然后定制个行程，自驾就过去了的。但是到成都，定制师才告诉我，现在的九寨是完全不允许自驾过去的，也就是说想要进沟必须跟团。我当时就想，要不去那边了，改去稻城算了，那边肯定是可以自己去玩的。虽然说稻城开车累一点，但是好在同行的朋友都会开车，所以应该还好吧。然后在规划行程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这是11啊，我要是去一个没有限流的景区，还是网红景区，那不就是看人去了吗？再加上稻城现在的条件还比较艰苦，经常停水停电什么的，中间那条唯一的山路再因为人多出点意外堵个好几天，那可就真要了我的老命了。考虑再三，我还是决定前往九寨，毕竟再怎么说，起码这边可以确定人不是特别多。最后呢，我就找了一个小团就出发了。这个团呢，全程跟下来之后我还是很满意的，全程没有静电，并且行程安排的也很松散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不过尽管如此，我去过之后还是要劝想去这边玩的朋友再等2年，因为毕竟现在景点的修复还没有完成，好几个景点都还在修复中呢，并且九寨依然是那条唯一的山路，成都直达九寨的高速还是没有建好的状态。我们在一路上都还有看到各种在开山修高速的情况，那条高速的建成时间听说就是九寨沟完全修复完全开源的时间，到时候交通就方便太多了。所以啊，要是有去九寨沟的计划，还是往后再拖2年吧，等到高速建好了，估计也可以自驾了，那个时候再过去就真的很舒服了。哦对了，不要想着飞到九寨沟，我之前去过九寨嘛，我知道那个机场的情况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考虑飞机。首先那个机场落地的位置离九寨沟还有很远呢，并不是在九寨沟附近，从机场到九寨依然要经过几个小时的山路，然后就是那个机场只有从成都过去的飞机，并且价格特别的贵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条航线经济舱的票价就是正常航线商务舱的价格，又贵又要继续坐车走山路，反正我是觉得特别不划算。我们最后回到成都之后就哪儿也不想去了，因为已经到11假期了，去哪儿估计都是看人，所以最后就是纯粹的吃在成都。这次出去真的是吃开心了，以吃为目的的旅行是真的开心啊。虽然回来之后已经能直观的从镜子中看到已经胖了很多很多了，但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，新图和新车我已经在准备了，很快就会发出来的。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 vlog， 没有吃的东西，只有很少很少的几张照片，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最后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收藏，我是 Jason， 爱你们哟。Baby, that's too much for you.